澳门新葡京线上赌场开业了，点击就送999元，性感荷官在线发牌。听过吗？熟悉吧？你可能对这样的宣传文案嗤之以鼻，但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在那个孤独的深夜，你去过或者起过去看一看的念头呢？很多人都知道网赌属于黑色产业，但是对于它的巨额利润恐怕还是没有概念。在之前一期曾经提到过，某个东南亚博彩盘一晚上的流水就能达到6000万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这种小广告诱惑的年轻人，倾家荡产，前途尽毁者大有人在。今天带你一起360度无死角扒开网赌黑金产业，内容相当刺激。网赌公司为了让你知道它有多努力，这句话放在网赌公司上一样成立。想赚钱，第一步得有人来赌博才行。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网赌网站可以说一直走在互联网时代获客的前沿阵地上，比起某些互联网公司的手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搜索引擎第一代黑客。2005年左右，早期的网赌公司会通过劫持搜索引擎的黑客手段来找客户。比如你在 X2 搜索关键词阿牛，本来是想找阿牛的联系方式，结果却在首页跳出来一堆博彩网站地址。这是因为网赌公司已经率先调查确认阿牛和金融的相关性比较高，于是通过技术手段修改了搜索结果，精准获取潜在的用户。那时候线上流量的入口都在各大门户网站，于是很多网赌网站专门模拟和门户网站的相关性，让搜索引擎抓取自己的地址。有人专门扒了某网赌网站的数据库，发现他们一共黑过2万多家网站，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投放宣传，正好省了投放预算，直接走技术流黑客路线。垃圾短信，个人信息是如何被盗走的？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垃圾短信开始变成常规营销手段。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能经常收到澳门赌场开业的短信。不信，现在打开你的手机短信垃圾箱看看。那么，网赌公司是怎么拿到我们的手机号的呢？实际上，我们注册各种 app 时，只要留下了手机号，就存在被泄露的风险。别听各个商家或者银行吹嘘自己多么注重保护客户隐私安全，实际上都是假的。网络黑市上，各个渠道流出的信息根据完整度不同，售价不一。举个例子，一条快递单信息可能只值几分钱，而各种地产 app 的买房成交用户的个人信息特别值钱，一条能卖几十块。因为有买房行为，手里肯定有钱，属于高净值用户。利润这么高的无本生意，当然有人会顶风作案。但你以为只有注册了各种账号后才存在手机号泄露风险吗？其实就算是你刚开通的手机号，信息照样会被泄露出去。前段时间刚办的 X 网卡，第2天就收到了推销贷款的骚扰电话，可实际上没注册任何产品，这里面没有运营商的猫腻，我是不信的。12306和微博、Facebook 品牌够大吧？照样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背后连接的就是这些黑色产业。电脑日历，黄赌不分家。你可能会发现手机日历上居然也出现了澳门赌场的广告。这种日历广告在2016至2018年一度非常猖獗。其实不是中了什么病毒，没那么邪乎。也别急着把锅甩给自己看小视频。实际上，网赌公司通过在手机日历上新建日程，附上广告，然后随机大量发送给用户邮箱，一般是 QQ 邮箱。如果这个 QQ 邮箱和你的应用商店绑定在一起，就会在日历出现相关广告。尤其是某些手机，因为设备自动同步的原因，广告还会出现在日历上。只要碰到这种广告，你只有3个选项：接受、拒绝、可能。
点击任何一个按钮，只会让网赌公司确认这个邮箱背后是个真人，进一步大量给你发垃圾广告。后来修复了这个 bug， 现在出现垃圾广告可以选择举报。如果平常工作、学习中不需要日历的日程功能，可以选择关闭日历同步功能。虽然日历广告不是由小视频网站引起的，但是黄河赌从来不分家。想想你看到的那些网站页面，是不是全是网赌广告？实际上，很多小视频网站就是网赌公司搭建的。4. 新浪微博营销号鼻祖。社交媒体的兴起，网赌公司自然也不会放过。新浪微博上的营销号，除了卖假鞋的，就是拉网赌的。这些营销号平常会发一些美女的生活照，偶尔透露自己最近赚钱有道，秘诀就在评论区的链接中，只有人点进去，就会变成潜在的网赌客户。其他各种资讯平台的评论区，只要是跟博彩相关的新闻，就少不了这类小广告。5. 新闻软文逆天操作，反向植入。而网赌公司搞宣传最骚的操作是新闻软文。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条新闻，某位大学生因为破解了博彩网站算法赚取380万，获刑数年。下面评论区一致替这位大学生鸣冤，凭自己本事挣的钱，为什么要坐牢？新闻热度一度登上搜索引擎的热区推荐，网易新闻的浏览量高达几百万。但是仔细一看，这个新闻不太对劲，没有时间地点，所有当事人用的都是化名，人物照片也被打上了马赛克。而用百度识图识别这个新闻里的照片后，你会发现这个当事人并不是什么数学天才，而是一个地痞小混混。照片是因寻衅滋事被法院审判的画面，而新闻里所谓他的班主任是已故的著名语言学者李佩。整个新闻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故事，但是里面也不全是无效的信息。在这则新闻里，大学生和网赌客服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也在其中，而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昵称中有一家网赌公司的网站，这个没打马赛克。这个故事里巨额利润有零有整380万，人物关系有主有次，大学生、班主任、客服，情节设计跌宕起伏，引发评论区集体高潮。软文植入巧妙，根本就没几个人发现这他妈居然是一则广告。网赌公司可以说文案功力已经超过 99.25% 的新媒体运营。这一波操作下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想去这个网站薅羊毛。网赌公司一分钱没花，凭借优秀的文案制作了一条爆款假新闻，骗过了各大媒体的审核人员，巧妙地完成一波宣传割韭菜。神通广大的技术手段，无孔不入的宣传渠道，各种风格的洗脑文案。网赌公司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博取你的一眼关注。网赌公司为让你轻松下注有多努力，辛苦拉来的客人，网赌公司接下来的服务同样没话说。接下来的所有服务都围绕2个目的，行话叫做提升转化率，拉高客单价。一、开通多种支付渠道，比特币。网赌的核心操作就是需要完成线上支付。为了让你愉快的下注，网赌公司打通了无数支付门槛。银行卡不管大小银行通通支持，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国外账户也没问题，支持 Visa、Master 实时转账。银行卡或者快捷支付容易泄露个人信息，没关系，比特币支付同样支持。深圳的一家网赌公司被查处后，发现一共支持131个支付平台，2人工24小时电话服务。玩了网赌后，你还会有一种顶级私人管家服务的错觉，感觉全世界都在围绕你旋转。3天不上线，就会有客服电话联系，嘘寒问暖，一定要注意保重。账户1星期没充值，电话服务准时到位。先生，最近看你账户很久没充值了，作为我们的 VIP 客户，
我跟老板申请了100元筹码，免费送给你试玩，输了不要钱，赢了全算您自己的。只要是网站的优质客户，逢年过节送你芒果、茶叶都是小意思，直接派飞机拉你去澳门线下赌场也不在话下。3性感荷官在线发牌，性感荷官在线发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只要是客户喜欢的，就是网赌公司追求的。网赌公司归根结底属于服务业，同行之间竞争也非常激烈，核心竞争力就是拼服务。综合看下来，比起银行柜台办事员的效率，网赌公司的服务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一切就是为了让你玩得舒心，输得彻底。这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网赌公司常见套路，很多人可能会说，充钱这辈子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赌博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本能。更高的风险伴随着更高的收益，人类正是这样一步步主宰了地球。一先赢后输，送钱稳赚。诱惑面前，每个人都有阈值，只是阈值大小不同。举个例子，你不充值，那白送你钱，你来不来？白送10元不来，白送100元、1000元呢？网赌公司宣传的时候，不仅白送你钱，而且用的不是碰运气这种文案，他们用包赢、稳赚，而且是真的包赢。很多深陷泥潭的赌徒回忆往事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会提到，一开始赢了不少钱。只要你来了，网赌公司就有办法留住你。这种天上掉钱的感觉，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抗拒，而且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关系其实不大。既有17岁的农村小伙，一个月输光10多万，是父亲卖瓜的毕生积蓄；有在赌场里一掷千金，输掉成百上千万的成功企业家比比皆是。和冒险一样，贪婪同样写在人类的 DNA 里。2导师服务、洗脑营销，很多网赌平台用的是合法彩票的实盘，这也是吸引赌徒的手段。比如实彩完全合法，玩法也非常简单，受众很多。于是网赌公司也在网上开设实彩盘，中奖数字和官方公布的一样，但是赔率更高。而且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包赢。怎么包赢？有导师在，跟着导师一起投，吃香喝辣。导师最常用的技术手段就是背投。什么叫背投？举个简单例子，1至10个数字，猜最后是哪个数？1/10的概率，难度有点高。换个角度思考，数字只有单数和双数2种，那每次投注的时候就压1、3、5、7、9，这样胜率就变成了1/2。那要是还没中呢？继续背投，下一把3倍起步，10次背投，全压单数，只要中了一把，不但回本，还赚1倍。背投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假设你第1次花了1元，第2次就是3元，第3次是9元，第4次是27元，第5次是81元。一般导师只会把账算到这里。再往下算算，第6次是243元，第7次是729元，第8次是2187元，第9次是6561元，第10次是19683元，第11次是59049元，第12次是177,147元。如果你犹豫了，导师会告诉你，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然后微信群里开始出现各种聊天记录，全是哪个用户在导师指导下被投发财了的消息。实际上，这些图全是用 PS 做出来的，或者是导师一人分饰2角。更有可能的是，整个群里看上去有30个人，29个都是导师的马甲。这类导师业界也被称为狗带，真正稳赚包赢的不是你，是拿你赌资抽成的狗带。3风控手段，浮动规则。再比如说足彩，国际资本伙同俱乐部操作比赛结果的事先不提，毕竟一般的网赌公司没这么大能耐。那在网赌公司买球，赔率更高，岂不是更好的选择？真这么想就太小看网赌公司了，高赔率吸引你进来，该赚的钱只多不少。
足彩的浮动盘，也就是比赛进程中随时可以下注的赌局，赔率是实时变化的。庄家总会根据后台两边的筹码，保证自己的保底抽成后，控制两边的赔率。而且，当比赛中出现实时进球，比赛胜负开始向一方倾斜时，网赌公司还有很多风控手段，比如进球这个时间点前后5分钟内的投注无效，赔率变化的速度总是比你下注的操作更快。稳赚的只能是庄家，不可能是赌徒。4后台造假，技术碾压。上面说到的还算是良心网赌，实际上更多的网赌赌局结果完全在庄家的掌握之中。知乎一个网友曾经在一家网赌网站注册2个账号玩猜大小，一个压大，一个压小，结果压大的那个账号显示的是小，压小的显示是大，而且2个账号看到的都是美女荷官真人直播，实时开奖。在利益面前，这点事情真的不算什么。所有的网络赌局背后都只是一串串冰冷的代码。你想靠运气，网赌公司只想跟你玩技术。如果你还没输，那只能证明网赌公司暂时还没想让你输。5提现失败，杀猪盘。如果你人品爆棚，再赶上运气爆棚，找到了一家按规矩出牌、诚实守信的网赌网站，中了500万的大奖，相信我，这笔钱你不可能取得出来。网赌平台往往会以黑客攻击、系统故障、账号异常、注单违规等等借口限制账户提现。想解除限制，就要缴纳高昂的解封费。赌徒们往往迫切地想取出赢的钱，缴纳费用接着越陷越深。如果网赌公司判断你已经被榨干了，没有办法再充更多的钱来赌博，他们就会黑掉你的账户，把账户里还没使用的余额冻结提走。这就是俗称的杀猪盘。到这一步，可能还有些人有侥幸心理，线上黑幕操作，线下眼见为实，总不可能有这么多骚操作吧？你以为赌神里的老千都是凭空编出来的吗？艺术来源于生活，赌神真的存在吗？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稀里糊涂的就掉进了网赌的深坑，输光了学费、生活费，工资还没反应过来，认为自己只是在玩游戏。比如捕鱼达人、赛车、德州扑克。赌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涉及到游戏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3点来判断其是否为赌博游戏。1. 该游戏代币是否可以反向兑换。在大部分游戏中，玩家都可以用人民币购买游戏代币，但如果某款游戏运营商公开允许玩家反向将游戏代币兑换为人民币，就是赌博。2. 运营者是否以固定比例从牌局池底中抽水，即无论玩家输赢，作为庄家的游戏运营商是否能固定地从牌局池底获得一定比例的代币，如果有，就是赌博。3. 在每局游戏中，下注总额和下注次数是否有封顶，如果没有封顶，也可以判定为是赌博游戏。网赌公司都会借用游戏的外衣来让人放松警惕，而很多年轻人面对网赌的连环套路，把一切都压在虚无缥缈的运气上，幻想自己可以赌神附体，最终却输光了自己的人生。赌博毁掉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模式。1个小时甚至一把赌局几千块的输赢，会让人再也无法忍受1个月才能到手的几千块钱工资。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赌王何鸿燊一直劝人们不要想着赢博彩公司，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种普遍的心理，网赌公司才有如此巨额的利润。想想你的父母或者亲戚，是不是总有一个赌博的受害者？真正赌徒的心态，赢不会开心，输才会刺激。久而久之，只有金额越下越大，才能维持对感官的刺激。这时，赌博已经不再是一个游戏，变成了毒品。输极了的赌徒，眼睛真的是红色的。他们总希望玩一把大的，
一次性把输的本金都捞回来。这个念想一天没实现，就一天不断绝，哪怕借钱也要留在赌场上。一句话，直到输到倾家荡产的那一天，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输家。相信有不少人可能会起念头，我不赌博，但是我可以去网赌网站薅羊毛。你不是说他们开始都会让人赢几把尝尝甜头吗？尝完我就溜。我郑重地劝你别去。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有多人倾家荡产的赌徒，第一步是从戒赌吧这种劝人上岸的网站迈出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赌徒，只有一念之差。这个世界上没有赌神，只有心魔。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